这个男人的大脑只因开发到了50%，他就3天学会了弹钢琴，5天写完了一本书，书上的知识只用看一遍就能侃侃而谈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。股市行业更是不在话下，每一次都能准确地预测出哪只股票最赚钱，短短1周内就狂赚了200万，甚至用2句话就能让漂亮妹子与他度过浪漫的一天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不仅掌握了多门语言，而且还学会了流利的中文。大太明啊，2个出油兵轻松小轮子啊，千万不要给我违禁啊！围巾会保护你的衣服，可是会把我当脏做啊！就是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，在不久前却是一个十足的屌丝。男人名叫艾迪，他原本是一名小说作家，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后，常常酗酒的他不仅邋里邋遢满口大话，就连写作灵感也都消失不见。在他颓废的过了几周后，新交的女友安娜也决定选择离开。一瞬间，艾迪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。接踵而至的打击让艾迪迷茫地行走在大街上，不知未来还有没有希望。就在这时，他意外地在街上遇到了曾经的小舅子吉尔。多年未见的两人随即找了个地方简单的聊了聊。吉尔目前在一家大型制药厂工作，他们公司新研发了一种可以开发大脑的神药，虽然目前还未应用于市场，但就这么一小粒，售价就高达$800。续完酒后，吉尔临走时给了艾迪一粒药片，希望这药片能暂时改变一下他窘迫的生活。艾迪以为小舅子只是跟自己开了个玩笑，于是稀里糊涂的随口吞了下去。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巧合的是房东突然拦住了他，女人为他没有交房租的事开始喋喋不休，并把艾迪损得一无是处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大脑猛然活跃了起来，仿佛一瞬间整个世界变得无比明亮，不管是房东的头发还是不远处的车轮声都是那么的清晰可见。随着房东的身影越来越鲜明，艾迪直接打断了他，并询问女人是不是因为法学院的课程不太顺利才变得如此暴躁。房东直接惊住了，他不知道艾迪是怎么知道的，原来艾迪只是瞥见了他背包里一本法律书籍的名字，便瞬间回想起了12年前他在朋友的家里翻过这本书。更加诡异的是，即便当时只是快速的翻了翻，可那些文字却仿佛能随时提取使用。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还能将知识融会贯通。仅仅只是简单的推测，他就知道房东正在为这本书籍的论文苦恼。于是他快速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那滔滔不绝的讲述瞬间吸引了房东的注意，随后更以专业的角度剖析出女人所遇到的难题。之后他不仅帮助房东搞定了任务，还顺带搞定了房东。回到自己的住处后，艾迪看着眼前猪窝一般的房间十分不满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收拾起来。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可他仍然想做些什么事情，仿佛有无限的精力一般。于是他坐在了桌边开始写作。这一刻的写作灵感犹如大雨倾盆，打字速度也快到出现残影。本该5个月交稿的小说，只用1晚上就写完了一半。然而第二天一觉醒来，艾迪仿佛被打回了原形，重新变成了那个邋里邋遢毫无思绪的普通人。好在昨天的成果还在，艾迪将小说拿到了出版社交给编辑，并且希望他能抽时间看上3页就行。而女编辑知道艾迪是什么德性，并没有显得有多重视。可等艾迪刚回到家，电话里就响起了女编辑的留言。他不仅一口气看完了40页，还要用高酬金与艾迪进行长期合作。听到这里的艾迪兴奋极了，可冷静过后，他明白以自己现在的状态根本就写不出那样的好书。于是思虑再三之后，艾迪准备找小舅子再讨要一粒那神奇的药品。艾迪刚来到小舅子住所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他发现小舅子竟然不知何时被人打死在了家里。艾迪此时吓坏了，便赶忙报警。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，他顿时有些手足无措。可短暂的冷静过后，他突然意识到杀死小舅子的人也是为了寻找神药。于是他戴上手套开始翻箱倒柜，只希望凶手还没有找到神药。结果还真是如他所愿，竟然在烤箱的最底层发现了满满一大包神药。但还没等他高兴，警察就赶到了门口。艾迪见状急忙将东西藏进腰间。 Let me see your hands. Let me see your hands. No, I'm not gonna call. I called you guys. 事后艾迪被带到警局盘问，但是由于他心虚藏了神药，导致他说话有些语无伦次。因为在小舅子死亡之前，他们2个已经2年没联系，死亡当天却出现在他家，就显得很可疑。就在艾迪正为此焦头烂额时，不料曾经狠心抛弃他的前妻竟主动打来电话保释他。就这样，艾迪成功脱险，并过上了开挂一般的人生。他用1天就完成了剩下的书稿，然后2天掌握了8门语言。在一众商业大佬的圈子里，他从容不迫，出口成章，侃侃而谈，很快就获得了众人的青睐。有人更是迫不及待地邀请他合作。艾迪也把以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全部体验了一遍。而就在跳下水的那一刻，心中突然迸发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而想要完成这个想法却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为此，艾迪经人介绍找到了地头蛇光头，从他这里借走了10万本金，并以此为翘板。他在电脑前一坐就是1周，经过强力大脑的整合运算，他很快就赚到了自己的第1桶金，这也成功引起了行业大佬的注意。不久后，艾迪就收到了华尔街金融大佬卡尔的见面邀约，甚至邀请他帮自己完成一项并购计划。本以为走向人生巅峰根本不在话下，可没想到他的记忆却出现了错乱，高强度运转的大脑让他开始神魂颠倒。
他一会出现在莫名的街区，一会出现在不知名的酒吧，又一会出现在了天桥上面。可他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忆，完全想不起来此前的18个小时自己究竟做了什么。艾迪不知道这是不是药效的副作用，所以他不敢再吃神药。可面对卡尔给他的并购计划资料，他却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东西竟都看不懂，那些专业的知识更是一个都想不起来。紧接着在和卡尔交谈时，他犹如被扼住了咽喉一般无法应答。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艾迪发现自从不吃药后，他的身体机能不仅大幅度下降，就连脑子也开始越来越不灵光了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成为智障。感到大事不妙的艾迪想起了他从小舅子那里得到的一个笔记本，上面似乎记录着不少买家的信息，于是他开始拨打上面的电话，希望能找到一些应对经验。可这电话一打，他的心却凉了半截，因为所有吃过药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在死去的路上。惊慌的艾迪打去了最后一个人的电话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电话铃声却在旁边响了起来。艾迪转眼望去，发现此人竟似曾相识，他终于想起这段时间一直跟踪自己的人就是眼前的男人，于是艾迪二话不说转身就跑，最终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战后成功躲开了对方。而回到家后，他也收到了前妻的电话，对方约他在一家小餐馆见面。赶过来的艾迪终于看到了9年未见的前妻，只见此时的女人满脸憔悴，骨瘦嶙峋。经过他的讲述，艾迪才明白原来前妻之前也服用过这种药，并且和艾迪一样变得聪明无比，甚至也走上了人生巅峰。可他知道如此高速运转的大脑早晚会崩溃，所以最终选择了停药。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但停止服用后他的身体机能却一落千丈，而且集中注意力连10分钟都坚持不了。他询问艾迪到底吃了多少，艾迪无奈地表示很多。前妻警告他千万不能立刻断药，必须缓慢地停止，否则轻则废重则死。要知道他已经经历了9年的时间恢复状态，现在却依然像个残废一样生活。告别了前妻后，艾迪拿出了身上的最后一颗药片，看来这玩意吃的时候需要慎重，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连续的服用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家时，地头蛇光头突然给他按在了墙上。原来因为这几天艾迪的记忆缺失导致忘记了还钱的事，光头在狠揍了一顿艾迪后，意外发现了他身上掉落的药品。这家伙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，打开后二话不说就吞了下去，这直接让艾迪无语了。没想到最后一片竟然被这家伙给吞，无奈的他只好拖着沉重的身躯取来了钱还给光头。打发走这个家伙后，艾迪急忙找到了女友安娜，并把自己服药的事全盘托出。原来他还有半包神药藏在了安娜的家里，希望女友能带自己去拿一下。虽然安娜听后非常的无奈，但还是决定帮他一把。只不过此时的艾迪身体快要崩溃，已无力再来回奔跑，所以安娜决定自己回家去取。她也没想到艾迪竟然把东西藏在了海螺里。成功拿到药后，安娜准备返回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她发现自己被跟踪了。看着对方正在快步走来，安娜二话不说下车就逃。显然这个杀手并非只是针对艾迪，而是冲着药片来的。好在安娜机智的跑到了附近的公园，并找了2个壮汉求救。可没想到这2个家伙有点中看不中用，没几下就被杀手捅倒在地。这一幕直接吓坏了安娜，她迅速跑开，并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。可杀手迟早会发现她，安娜只好打电话向艾迪求助。在得知情况非常紧急后，艾迪表示想要脱身就只能赶紧吃一片药，30秒之后他就会得到脱身的方法。虽然安娜有些半信半疑，可如今也没有了更好的办法，于是他赶紧拿出一片吞了进去。此时杀手也来到了他的附近，随着安娜的大脑开始高速的运转，他不再惊慌，反而异常的冷静。当周围的一切无比鲜明的出现在他眼中时，他突然感觉整个世界慢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绝佳的逃生机会也浮现出脑海。只见安娜一个纵身朝着滑冰场就跑了过去，杀手见状也急忙追了上去。即便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可安娜却丝毫不慌。如今女友带回了最后那半袋神药，虽然成功救回了艾迪的一条命，可安娜却深知此药的可怕之处。她威胁艾迪，如果不戒掉自己就拒绝和他继续在一起。艾迪深知自己暂时无法做到，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娜离开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在楼下监视他的光头。艾迪知道此人一定是尝到了神药的好处，而且又非常难缠，他只能暂时先拿出几片来打发这个家伙。随后他再次找到了金融大佬卡尔，谎称上次因为生病才没有完成任务，而这一次他带来了重新拟定的新方案。虽然卡尔有些气愤眼前的年轻人骗了自己一次，可新方案的到来又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。于是他让艾迪主持了商业史上最大的合并计划，而艾迪也不负所望，直接把整体的利润提升至了200%。只要完成并购，卡尔的公司将成为新能源行业的龙头老大。在神药的帮助下，艾迪重新成为了商业天才。同时他也发现，只要定量的服药以及不酗酒，就不会出现上一次失忆断片的情况。为了防止光头继续找他麻烦，艾迪不仅花重金买下了一套拥有超强防护系统的住房，还聘请了2名保镖贴身保护，最后更是将神药贴身放进了暗兜里。做好这一切后，他还私下找到了一个制药师，并出了200万美金，让此人在6个月内复制出一模一样的神药。艾迪深知只要帮助卡尔成功完成并购计划，他
他就能从中获得4500万美元，到时候就能借着这个资金完成他心中那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去竞选国会议员，之后说不定还能再去竞选总统。一切都在朝着艾迪预定的方向发展。然而在签约的这天，意外发生了。众人左等右等，却迟迟不见那位叫伍德的金融大亨现身。卡尔的助手认为艾迪的方案或许人家并没有看在眼里。就在这时，秘书走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原来是那位金融大亨的妻子来到了这里。在女人的讲述下，才知道伍德先生因身体原因正在医院接受检查，所以无法前来完成并购签约。不过女人表示，一旦他的病情稳定，就会立刻和卡尔签字。既然女人带来了诚意，两人也表示了对伍德先生的尊重。不过在送女人离开时，艾迪惊讶地发现伍德先生的司机竟然就是一直追杀他的杀手。这一刻，艾迪全部都想明白，或许伍德就是凭借此药成为了金融大亨。他没想到最后的那包神药会辗转落在自己手里，所以才派杀手一直追杀自己。估计这次因为长时间断药，身体已经垮了也说不定。可对方一旦出了问题，那么并购计划就会失败，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卡尔对艾迪承诺的4500万酬金。结果不幸的是，新闻上真就报道了伍德先生生命垂危、陷入昏迷的消息。卡尔询问艾迪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好巧不巧，偏偏这时艾迪的药效突然失效，他急忙跑进卫生间准备补充一粒，可翻遍了全身上下，才发现药竟然丢了。失去了神药帮助的艾迪瞬间成为了普通人，面对卡尔的质问，他一点都答不上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包裹交到了他的手上，打开后发现竟然是自己2个保镖的手掌。艾迪瞬间想到了那个地头蛇光头，一定是自己不再为他供药，那家伙便准备报复自己。惊慌失措的艾迪赶紧躲到了自己家里，没有了超级大脑，他根本就斗不过对方。可光头最终还是找了过来，并拿着设备疯狂地切割大门，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冲进来。走投无路的艾迪站在了阳台上，与其被对方折磨，不如直接来的痛快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不久前存放的盒子里似乎还有一粒，当时为了抵抗副作用，他并没有吃。于是艾迪赶紧翻箱倒柜的寻找，终于在关键时刻找到了它。可他还来不及吃神药，大门就被光头给踹开了。艾迪惊吓的同时不小心绊倒在地，唯一的神药竟然掉进了排水渠。还没等他伸手去拿，光头就命人抓住了他。这家伙一边质问艾迪剩下的药在哪里，一边拿出针管打进了自己体内。原来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来融合神药。看到艾迪死活不张口，光头便让手下去其他的房间搜，而他自己则拿出了刀子，准备对艾迪严刑逼供。艾迪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，他瞄了眼旁边箱子里的刀具，然后他趁着光头的药效还未起效时，直接拿出刀子结果了他。随着两人同时倒地，鲜红的血液侵染了整个地板。身体即将崩溃的艾迪看着眼前的血液，也想到了方法。只见他开始大口的吸血，直到眼睛重新变成了蓝色。当整个世界浮现在眼前时，艾迪的大脑再次被激活到极致。没用多久，他就制服了光头的手下，离开了这里。这一次他来到了医院，更是径直坐在了杀手的身边。原来伍德先生已死，这个忠心耿耿的杀手已经没有了再追杀他的必要。不过艾迪通过杀手最终还是找到了那丢失的另一半药。原来在此之前，伍德让艾迪身边的人调换了他的衣服并拿走了药，可此人却因为贪婪并没有把药拿给伍德，所以伍德到死都没能等到救命灵药。随着画面一转，来到了1年以后，此时的艾迪通过神药的帮助，正式成为了国会议员。这天卡尔找到了他，短暂的叙旧过后，卡尔表明了自己的来意。原来他已经知道艾迪服药的事，并利用自己的关系收购了艾迪的制药通道。只要艾迪继续帮他做事，卡尔就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神药。说着就要带艾迪找一个地方详谈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艾迪早已今非昔比。他告诉卡尔自己完全戒掉了神药，因为他的大脑已经开发到100%，所有的神经元已全部进化。此刻的他已经达到了另一种境界。艾迪为卡尔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，他只是看一眼就提前运算出了不远处2车相撞的画面，更是摸了一下卡尔的胸口，就知道他的心脏出了问题，而且知道他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换心手术。卡尔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他知道自己以后再也无法与其抗衡，只能无奈地选择离开。不过临走时还是和艾迪表达了善意，即便成不了朋友，他也不想与之为敌。故事的最后，艾迪陪着女友安娜来到了中餐厅吃饭，更是秀了一口流利的中文。本故事也基本上到此结束。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经典老片，剧情跌宕起伏，紧张刺激，十分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片。